我来到美庐，宋美龄和蒋介石曾经居住的地方。这座老别墅里面有多奢华？宋女士当年富到什么程度？曾站在权力巅峰的蒋校长为何败北？我们一起到庐山探寻答案。上庐山可不容易，我原打算坐索道飞上去。民宿老板娘帮忙送到缆车站后，我们打听到山上打车不方便，于是放弃走索道，决定包车上山。什么车？出租车。因为庐山顶就是个旅游小镇，这里的出租车大多不打表，可以包天，费用400块，师傅陪同1天。上山路不好走，全是大弯道，而且雾气上来能见度很低，越往上走越是看不见。自驾的朋友一定要非常小心。到半山腰下车上洗手间，冷啊！可以看到树上这个是冰，没下雪，但是温度太低，全都结冰了。好冷好冷，零下应该4、5度吧现在。先去酒店放行李，山上的酒店可不便宜，住一晚要500块。看看房间，哎呦，是不是有点小？倒是很干净，床宽应该不足1.4米。我们订到观景房，看看这景怎么样？应该不错，但是这大雾啥也看不见啊。先不管它，卫生间也是非常的小，但是做了干湿分离，洗手台都整合到外面来了。据说水是山泉水，小了点，在景区核心还能接受。放完东西直接去美庐，全天有人接送还是很方便的。这就是美庐别墅，旁边有一道小门，从里面反锁了打不开，看起来有一点沧桑。100年过去，物是人非，终究是旧了。沿着斑驳的围墙，我们去找入口。今天这段历史牵扯很多，我查询了大量资料，会小心谨慎的讲解，如有错漏，欢迎指正。首先有人说美庐是蒋介石为宋美龄精心修建的，这个不对啊。这栋建筑在1903年就存在，是英国一位勋爵修建，后卖给传教士巴利。巴利和宋美龄关系很好，1933年先把别墅借给蒋介石夫妇居住，1934年赠送给宋美龄个人，产权是宋美龄的。上期我就说过，单从财力而言，宋美龄是完全不用蒋介石帮扶的。1927年结婚前，宋家财力远超蒋介石，即使到了婚后，根据1934年《江南政报》和蔡元培日记记载，蒋介石的房产地产价值130万元，不动产约1000万元，而宋美龄不动产及动产合计约3500万元。注意，这里的元是银元，钱怎么来的？等下说。好，我们进来了，有个非常大的庭院，在大门旁边是蒋介石的侍卫室，也就是警卫室，负责整个区域的安保工作。现在已经封闭，看不到里面了。转过来斜对的楼就是美庐的主体。进去之前，这里有块石头，上面有蒋介石的亲笔题字“美庐”，大意就是美丽的庐山上住着美丽的夫人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住所，多层意思。虽然房子不是他送的，但是以他当时的身份，这个题字的分量也不小。之后就一直叫美庐。走吧，进去。进来是个小客厅，西式的装修风格。蒋介石常在这里开会，召见国民党要员。客厅进来就是宋美龄的卧室，可以看到2个沙发、梳妆台，还有床。床上的合照也做了还原。右边是衣柜、工作台，还有钢琴。钢琴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没几个人买得起，甚至没几个人会弹。然后旁边这个冰箱也是稀罕物，美国早期的煤油冰箱，不用插电，原理是用底部煤油燃烧加热，驱动氨气化循环制冷。煤油冰箱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，因为这东西贵，早期没人买得起，等大家都买得起的时候又已经淘汰了。小伙伴们可以问一下家里的爷爷奶奶，当年第一台冰箱是哪一年买的，什么型号。接下来这个卫生间就厉害了，仿佛跨越时空，有浴缸、电暖气片，带冷热水清洗的净身盆，智能马桶的鼻祖啊，蹲便器，还有坐式的抽水马桶，这什么概念？要知道那可是1930几年啊，当时的老百姓用什么？简易分坑、木头、塑料马桶拿出去倒的那种，洗澡就烧一锅热水，冬天很少洗，取暖用炭火盆是吧？很多人炭都买不起。而这些从美国搬过来的未来科技，别说老百姓没见过，就是普通的权贵也是闻所未闻，想都不敢想。但对宋美龄而言，只是日常用度的极小细节，而其他的诸如穿戴、宴请规格都非常高。民间流传她一次化妆的花费就够普通家庭几个月的生活开支。不过宋女士出生在一个豪门家庭，用度规格高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就在于钱从哪里来，大致有3个部分。第一是家族资产和合法的生意，这个还好。第二是宋孔家族利用权力规则垄断渠道的巨额获利，通俗点就是收管民脂民膏。第3部分则是贪腐和侵占。民间的说法，其中一个是当时美国援助资金有一大部分被挪用了，原计划购买1300架战机，只买了300架，钱流向了家族腰包。但是我查询不到这些数字的出处，
只是在1944到1949年美国白皮书上发现这么一段。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been unable to check the spirit of corruption, inefficiency, and no morale with its own ranks. 那不管战绩的事是真是假，从美国的角度也证实贪腐问题的确存在。那么民间怎么看宋美龄女士？一方面，她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学识出众，有很好的外交能力；但另一方面，长期处于权贵阶层，后期国民党腐败，作为蒋宋孔明四大家族的核心人物，她也成了这个阶层最显眼的符号。民间的评价多为负面。而二姐则走的另一条路，受群众爱戴，后人称为宋庆龄先生。由此我们说说另一个话题，蒋介石为什么会落败。1937年国共合作，毛主席率领的红军主力编为国民革命第8路军，游击队编为新四军，统一战线，歼灭日军日伪171.4万人。而国民党也是正面浴血奋战，组织22次大会战，以上万322万将士、200多位将军的巨大代价，歼灭日军约86万人，功不可没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，参与开罗会议，与罗斯福、丘吉尔平起平坐，一起讨论世界格局，风光无限。而之后，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，发起内战。彼时的蒋介石有国民党正规军400来万，还有美国的支持和先进装备，觉得几个月就可以结束战斗，结果大败。为什么？民心丢了，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支持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没有走孙中山先生的路线，而是放任了官僚资本主义，国民党官员抢钱、抢地盘、抢房子，腐化严重。战后经济本就脆弱，哪里经得起折腾？经济崩坏，物价飞涨，老百姓没有盼来好日子，反倒是焦虑和失望。这时候毛主席提出解放中国，原8路军、新四军改编为解放军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。看看数据，1946年内战爆发时，国民党军约430万，解放军只有127万，但国民党部队越打人越少，解放军越打越多。1948年辽沈战役，解放军增至300万，反超。到1949年初期，解放军达到400万，而国民党军仅剩下149万。之后的结果毫无悬念。1959年，毛主席来到美卢，说道：“委员长，久违了。”美卢在1939年曾被日军占领，里面的物件破坏得七七八八。日本战败后，蒋宋夫妇又搬回来，宋美龄花费1200两黄金请法国设计师重修，恢复原貌。1200两黄金是什么概念？1两黄金等于30块大洋，当时老百姓饭都吃不饱，普通工人一个月就2到3块钱，随手一花就是上千个家庭1年的口粮。那其他的高官呢？所以很多事情有因果。走吧，庐山上也有我们很多高级将领居住过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就不一一讲解了。那庐山还有哪些地方好玩？我简单过一下。黄龙潭小瀑布拍照很出片，靠着不远的乌龙潭是86版《西游记》的取景地，像水帘洞外群猴戏耍的片段就是在这里拍的，可以来打个卡。然后韩坡口徒步2公里上来，这里也是《西游记大战二郎神》的取景地，上面有个韩坡亭，景色很美。看，一群乌鸦飞过，正好被我捕捉到了。往右边远处就是五老峰，如果你看过《圣斗士》，子龙的师父童虎就在那里修行，而子龙的大招是什么？庐山升龙霸，是吧？这从侧面说明，在日本漫画家车田正美的心中，庐山是一座神圣又有力量的灵山。在酒店的第3天，天气微晴，我终于看到窗外的景色，非常漂亮。遗憾的是，虽然天气很冷，树上挂满了冰，终究没有下雪。不过景区似乎很体谅南方的朋友渴望下雪的心情，于是他们人工造雪，做了一个小型滑雪场，我们去试一试。滑雪的工具是橡胶轮圈，控制好重心不往前倾，感觉还行。还有供小朋友堆雪人的场地，最搞笑是这个小型过山车是要大人用脚跟产生动力。哦，这些都是免费提供，也算是有心了。下山后我还去了九江市，这里的消费就非常的友好了。这么大的高层房间，2张2米的大床，还有视野很好的江景，一晚才不到200块。在这里休息了几天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人特别少。师傅说，这里是一个新区，然后别人搬，有的买来这房子装修好了，他都不在这住。哦，因为这边交通不，第一个交通不是很方便，第二个没有大的那个综合体，所以说别人还是到老城区。交通还行啊，交通不是路都挺好的呀。路上好啊，公交不多啊。哦，公交不多，也没有地铁是吧？对啊，没有地铁，九江没有地铁，申请了，但是人口没达到，那地铁就是没有。没关系，城市有个发展的过程，会越来越好。你看我在九江高铁站还碰到一个老外，问下哪里来的，
Where are you from? From New Zealand. Oh, it's so far. 新西兰啊，你看老外也很有情怀。 Visit Busan, right? Yeah, yeah, Yeah.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ity? yeah. I love the mountain. 顺便问一下他要去哪里？ Now I'm going to Zhangjiajie. 张家界，他应该是要去天门山。祝玩得开心！本次的江西之行到此为止，我是维森，下期再见。